莫斯科号沉没已经1年了，黑海舰队也被打成了残废，只剩下一群老破小，没一个能撑牌面的军舰。如此一来，海王星反舰导弹就没太大作用了。所以乌军就提出了改造海王星导弹，使其可以打击陆地目标，射程360公里。乌军这是要打击克里米亚。在最初研发的时候，海王星就有好几个版本。比如岸基反舰导弹版本、舰艇版本、机载版本，只是当时全部没有成功。岸基反舰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，但是舰艇版本与机载版本有点麻烦。就比如水面舰艇，乌克兰海军中根本找不到一艘可以装备海王星的舰艇。如果将海王星装备到乌空军战机的话，这就需要导弹与战机火控系统连接，但是乌空军当时现役的战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。当然，就算是不用火控雷达，海王星这种成熟的导弹理论上也能机载发射，但问题是战机从多远距离发射，发射距离远，无法命中目标，目视发射基本上就是嫌命长。所以在发射方式上，乌军现在也就只有岸基反舰一种。当然，技术这东西慢慢发展就是没有深究的主要原因，还是因为没有订单。毕竟军费不足，乌克兰的军费开支挺多的。2021年没打仗的时候，差不多是占 GDP 总量的 3.2%， 但架不住整体经济不行，军费开支一共也就 59.4亿美元。所以，乌克兰的研制或升级武器装备计划经常被国防部研制，比如研制58250型护卫舰、雷2战术弹道导弹系统，以及升级现役米24等等。所以，乌克兰能完成海王星导弹的成产计划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多版本什么的根本不用想。不过，海王星虽然没有舰载机载版本，但当时已经考虑过让反舰的海王星升级成可以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，用来摧毁地面目标。乌军现在要研究海王星对地版本，估计只是稍微修改一下之前的方案。不过反舰导弹升级成巡航导弹，说起来挺简单的，只是改变打击目标而已。实际上要照顾的东西很多，比如自动驾驶仪，反舰导弹飞越海面，光秃秃的一片，几乎没有干扰，降低了对车载设备的要求。但是打击地面目标就不一样了，必须避开障碍物。同时，由于背景和其他物体的变化，目标检测和跟踪更麻烦。不过现在乌克兰的队友很多，成功只是时间问题。听说现在只剩一个新的导引头系统没有搞定，计划从美国和盟国那边采购微芯片。如果成功，海王星导弹就能击中360公里之外的目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军改造海王星导弹，俄罗斯也出过力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苏联开始研究通用反舰导弹系统 X-35， 也就是 KH-35 反舰导弹系统。乌克兰当时还是苏联的加盟国，有好几家企业都参与了研制工作。后来的海王星就是以此为基础研发的。这里面有个重点，通用反舰导弹系统 KH-35 在研发之初就已经想好了要兼容不同载体。就比如现在的 KH-35 导弹，所有的修改版都差不多。主要差异也就是是否启动固体燃料发动机，以及船上的各种功能硬件和软件。从船舰到直升机也都是统一的硬件。苏联解体之后，关于导弹的文件和一些基础工作被乌克兰保留了下来。不过苏联解体也影响到了乌克兰，没钱呢，导弹研究自然不是重点。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给乌克兰留了不少遗产，特别是军工企业。比如哈尔科夫的莫洛佐夫坦克设计局、南方设计局，基辅的安东诺夫设计局、光线设计局、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等等。而且在俄乌交恶之前，二者在军事上还是有来往的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乌军工厂继续为俄军生产武器装备，以及提供技术维修保障服务。从1993年开始，哈尔科夫飞机制造厂就开始为俄军组装 KH-35。到2002年，光线设计局就得到了来自俄军工企业提供的 KH-35E 改进型导弹的技术资料。到2008年，俄军工企业复苏，俄军开始实施大规模武器更新换装。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也获得了来自俄罗斯的武器订单，情况也逐渐好了起来。在这段时间，乌克兰的军工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导弹制造经验，加上 KH-35 的资料，已经有能力研制新型导弹了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光线设计局就向乌克兰国防部提交了海王星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，只是当时没有采购。
等到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爆发之后，乌克兰就开始研究能制衡俄罗斯的武器。当时的乌克兰认为亚速海和黑海是主要受威胁的方向，而射程300公里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可以确保乌海军岸防部队遏制俄海上攻击。于是2014年12月，乌国防部向光线设计局下订单，采购海王星导弹系统。2015年，光线设计局正式提交以 KH-35为基础研制的海王星反舰导弹系统的修改方案。等到2018年，海王星通过点火测试，确定其设计特征，至此老式 X-35导弹国产化的任务完成。老实说，没有俄罗斯那段时间的军工订单，海王星能不能成真不好说。而且以 X-35为基础，也就意味着海王星同样是通用型，经过适当的修改，就可以集成到军舰或者战机上，改成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，自然也是小菜一碟。至于乌军升级海王星的目的，自然是克里米亚。按照乌克兰的话来说，在攻击克里米亚的问题上，可以使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武器，远程导弹自然也在此列。不过，之前乌克兰国防官员说过，基辅目前有3个打击克里米亚的选择。第一种就是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舰艇，这个方式乌克兰已经用了很多次了。很早之前不就说过，乌克兰使用无人艇袭击黑海舰队的总部塞瓦斯托波尔，只是就目前来看，这种方式起到的作用已经没那么大了。毕竟无人机没有足够当量的炸药造成严重破坏，而俄罗斯也已经找到了对付无人艇的方法，战果不会太大。第二种办法就是使用海马斯以及 M270， 海马斯的射程可以达到克里米亚的最北端，只是想要袭击黑海沿岸的塞瓦斯托波尔，射程上还差一点。不过如果算上150公里的 GLSDB， 海马斯刚好可以击中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亚詹科伊的机场和铁路线。第三种办法就是特种部队的渗透和破坏。目前有很多潜在的组织在克里米亚伺机而动，并且破坏手段足够。之前克什大桥遇袭、俄口径导弹部队被炸等等，估计都是这些特种部队的功劳。如果乌军打算收复克里米亚，这些特种作战人员可以给予乌军情报支援，甚至是斩首行动。等到海王星升级之后，乌军就有了更多的选择。原本的海王星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只需要对准黑海方向就可以，不用和俄罗斯的愣宝反舰导弹系统一样采用垂发系统，极大降低造价。而且导弹还是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，在具备机动性的同时，保证了射程。最重要的，这型发动机结构简单，改造不麻烦。当然，对于乌克兰这样没有多少科研经费的国家来说，算是必须的选择。原本导弹的最大射程是280公里，部署在黑海附近就可以封锁大约200公里的海岸线；部署在敖德萨附近就可以威胁黑海舰队的母港塞瓦斯托波尔。更别说现在能击中360公里之外的目标，攻击范围覆盖整个克里米亚。至于乌军攻击克里米亚的方式，大概率是地面部队、无人机、海上行动一起上，利用无人潜航器以及无人舰艇的隐蔽性，袭击位于塞瓦斯托波尔海域的俄罗斯军舰，使其失去一部分战斗力，顺带用无人机打击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基地，随后空军实施轰炸，地面部队进入克里米亚作战。听说波兰已经完成了对苏 24M 的改造，包括航电设备和挂架等，能够让苏 24M 在机腹挂载北约标准的战术巡航导弹，也就是火力军之前提到的风暴阴影，加上哈姆反辐射导弹，标准的现代化战争。等到激活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防空系统的雷达站之后，随后乌军的米格29在黑海上空发射哈姆反辐射导弹，压制俄罗斯的空中监视雷达。在削弱俄军的防空系统之后，乌军再使用风暴阴影、海王星攻击克里米亚，最后则是乌军的地面部队渡海，在克里米亚挂上乌克兰的双色国旗。部署在克里米亚内部的特种部队则是提供战场情报。三管齐下，乌军哪还有不胜的道理？不过，如果乌军是以这种方式反攻克里米亚，那么决定胜负的就是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防空力量。当然，就俄军的想法来看，自己的防空力量还是挺强的，综合战斗力可以跟莫斯科相提并论。现在，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部署有第31防空师，主要负责半岛上空的安全，还有2个防空导弹团，塞瓦斯托波尔的第12防空导弹团和费奥多西亚的第18近卫防空导弹团，都配备了俄罗斯目前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。
包括4个营的 S-400。除此之外，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还有第1096独立防空导弹团，装备了 S-350勇士，用于打击巡航导弹这样的高速低空目标。不过吹牛谁都会，从俄乌战场上的情况来看，克里米亚地区的防空就跟一个骰子一样，到处漏风，要不然俄罗斯的机场也不会被炸， S-400也不会有损失，黑海舰队也不至于被打成残废。能不能防备升级版海王星还是两说。至于反攻克里米亚的时间不确定，去年乌军说要在春季反攻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具体情况，所以火力军也无法打包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克兰最近还有一则猛料，外星人来袭。之前基辅的上空还出现过颗巨大的光球，当时还以为是俄罗斯的导弹空袭。基辅的防空系统立即启动了预警机制，发出了防空警报和撤离信号，甚至还有要求民众前往避难所的警告信号。不过后来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，这是美国 NASA 坠落的卫星，只不过刚好在基辅上空解体，所以才会有闪光和爆炸声音。而且为了避免卫星碎片砸到地面伤及人员财产，防空系统并没有启动拦截。结果呢，美国却表示压根儿没这事儿。根据 NASA 发言人的说法，确实有一颗代号为 Rehis 的卫星正在轨道上运行，但是并没有消失。而且，如果是卫星进入地球大气层，碎片击中地面人员的可能性也非常小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这颗在基辅上空爆炸的东西是什么？当然，现在没证据，火力军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，有可能是一颗陨石或者其他国家的太空垃圾，但最大的可能还是俄罗斯在背后搞小动作，搞一些别人猜不到的行动，在当前比较紧张的局势下制造混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认为乌军的升级版海王星什么时候能用在战场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也可以在下方指正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